总有人说我有钱也能进 F1，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看04年小将博托莱托的晋级故事，也许你会另有启发。作为中国车手周冠宇的替代者，巴西人更年轻，履历更好，家底更雄厚，背后市场也不差，是马萨之后 F1 第一个巴西车手，填补了8年的空白期。尤其是佩雷兹离开围场后，小伙子就是整个南美洲的代表人物。但是就这样的条件，皮亚斯特里、维斯塔潘、头哥还怕他进不了 F1， 争相为他发声。最后呢，也仅仅是混入了上赛季垫底的索博车队，这还是在领队比诺托多方考量权衡之后做出的选择。也就是说，各方 buff 叠满的博托莱托，竟然还不是在 F1 吊车尾的索博唯一的选择。所以有钱就能进 F1 吗？加布里埃尔·博托莱托04年10月14日出生于巴西，父亲奥利维是一家当地电信公司的董事兼总裁，也很喜欢赛车，所以儿子走这条路不管在经济层面还是情绪价值的提供上，父亲都能够全力支持。而当儿子长大开始跑方程式比赛需要更多的资金时，与时俱进的父亲已经带领公司完成了多次的融资、收购与合并。他也从单一董事的角色变为了 CEO， 成为了掌管年收10多亿美金，折合人民币差不多100多亿公司的电信巨头。但即使如此，巴西小将差点连 F3 都没人要。20年16岁的博托莱托参加了意大利 F4 比赛，成绩一般，排名第5。21年到22年又去参加了各种区域性质的方程式比赛，强度大概介于 F4 和 F3 之间。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欧洲区域赛，连续2年都是跑满了20场比赛，第一年排15，第二年排第6，这个成绩可以说是平平无奇。而此时巴西少年已经年满18岁了，隔壁小他2岁的 Kimi 安东内利刚刚拿下了 F4 双料年度冠军，星光熠熠。而且人家早在卡丁车时代就签约了梅奔青训，可以说是星途坦荡。但已经成年的博托莱托实在没有什么亮点，没有厂队注意到他，甚至连 F3 车队都不愿意冒险提供席位。总不能跟他们说我家里是电信巨头，给你们钱让我开车吧。说实话，玩赛车都挺有钱的，家里有钱用家里的，没钱可以拉赞助。而搞赛车队的谁没有一点资金实力，根本不会单纯因为钱而给你一个席位。只有在实力相当的情况下，金钱才会显得有那么一点点的优势。所以很多时候无法更进一步，只是你的天赋还不够耀眼罢了。博托莱托就碰到了这样的窘境，没有人相信他有驾驭顶级赛车的天赋，也没有人愿意去赌他是一个有前途的车手。说实话，只看他的成绩，我也觉得差不多可以回去继承家业了。但是有一个人会演独剧，相信他是一个能跑 F1 的千里马。这伯乐是谁呢？我们都认识，他是现役 F1 车手，2届世界冠军费尔南多·阿隆索。阿隆索拥有现象级别的赛车天赋，在圈内混迹多年，成立了自己的经纪公司，专为有天赋的车手提供上升通道。虽然他的选队能力堪称一绝，人送外号选队鬼才，但是看一个人有没有赛车天赋，西班牙人还是很有发言权的。而恰好博托莱托就曾在阿隆索的冠名车队参加欧洲区域赛时，拿下车队的首个领奖台和杆位，所以头哥非常清楚这个巴西少年拥有怎样的实力。于是2届世界冠军以自己的声誉作保，说服了3叉戟车队签下了博托莱托。要知道巴西人之前自己去问的时候得到的答复是没有席位，这里面的细节有很多，但最关键的一点肯定是人家车队相信阿隆索的判断。但估计头哥自己都没想到的是，这笔投资的回报会来得如此之快。2023年博托莱托在 FIA 3级方程式比赛中出战18场6次登上领奖台，虽然只有2次冠军，但是凭借稳定的发挥，全年拿下164个积分，夺得了 F3 处子赛季冠军的同时，也终于有了大厂青训的合同。2024年巴西人签约小周之前效力的名家车队，出战28场8次登上领奖台，依旧只有2次冠军，但还是凭借高效的发挥，全年拿下214.5个积分，夺得了 F2 处子赛季的冠军。仅仅2年时间，博托莱托就从一个即将被 F3 抛弃的车手，成为了像勒克莱尔、拉塞尔、皮亚斯特里这样的新秀年连拿 F3 和 F2 年度冠军的天才级车手。如果有小说敢这样写，估计要被口水淹没。但是事实就发生在我们眼前，巴西少年可能将自己的天赋点全都加在了高阶方程式赛车的驾驶能力上，顺带天赋技能遇强则强。要知道他在 F2 战胜的车手里不乏一众2年级生，甚至有3位都在今年进入了 F1。如此耀眼的战绩，无怪乎维斯塔潘都要替他喊话索博赶紧签约吧。最终巴西人如愿以偿得到了一份长约，虽然索博今年的车依旧不会有太强的竞争力，但是26年规则的大改和奥迪的介入，势必会让这位大器晚成的天才车手拥有更多的发挥空间。本周揭幕战大概率迎来雨水天气，参考去年巴西站的赛况，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将是一次对所有车手的阅兵仪式，是骡子是马，让我们赛场上见真章吧。